探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一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昨天是立春哦，但是立春这天，习近平相当的忙哦，因为他在下午的时候是先跟俄罗斯这边的普京，这个视讯通话了85分钟。好，接着在晚上的时候又跟川普两人通电话了哈。好，所以呢，大家也认为哦，习近平现在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在进行一个主导权衡的姿态。好，那当然我们要先关心的就是他跟川普之间的通话到底谈了什么？好，这也当然成为了中国大陆网友这个最关心的议题，所以也登上了百度热搜的第1名。好，川普在深夜报喜，有说习近平承诺对美大采购的清单曝光。好，这当然是川普心中的一个大事哈。好，他透露中国正在考虑要增购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好，其中包含本季的大豆采购量要提升到2000万公吨。那这个中方更承诺在下一个产季要将采购量提高到2500万公吨。好，这当然让川普相当的开心哦。好，那当然川习这个通话消息一出，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最活跃的黄金期货的合约就上涨了2.4%。好，那也爆出了美英斗大概是10.92美元，创下了近2个月以来的新高。好，那除了农产品之外当然两个人的通话也不会只讲农产品嘛，那涵盖了像能源、工业领域，那也包含了中国向美国购买石油跟瓦斯以及飞机引擎的交付事宜。好，那我们也看到两个人甚至也谈到了一些台湾的问题。好，那日本学者说，川普最关心的是多卖出黄豆。好，那这是东京财团首席的研究员科隆他觉得对川普而言只要台海不开战，好让对方多买美国的黄豆，对美国出口稀有的金属，他说这样就足够了。好，可以见得在日本学者眼里看来只要台海不开战，这个台湾问题在美国农产品之下它有这样子的味道。好，那当时我们看到川普的发文当然还是有谈到，他们有提到了军事、美洲贸易、台湾议题那都有交换意见。那甚至又特别讲到，我今年4月要访问中国，而且还说非常的期待。好，那川普期待也不是今天，他从去年就相当的期待了哈。好，那当然这个通话里头也涉及了台湾议题，白宫官员也马上回应说，美国对台的政策是没有改变的。好，那就是依循的《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以及对台的6项保证为基础。好，那当然我们刚才看的是川普跟习近平的通话。那刚刚一轮在最开始有讲说，其实习近平一开始是先跟普京来视讯对话。哇，视讯不得了，因为视讯就是有点类似面对面嘛，也可见这亲疏远近就可以见明了了。好，这立春的视讯会两个人是聊了85分钟。那克里姆林宫则说，普京也应允上半年要到北京。好，那习近平在通话的过程还称呼普京说我的老朋友很高兴在新年伊始跟你以视讯会议的形式来相见。好，那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已经接受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预计在今年的上半年要访问北京。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川普是4月要到中国大陆去，那普京是在4月前还是4月后？很多人也会关注。好，那当然看到了普京说我们这个中俄的关系是一个典范。那习近平特别讲到国际的形势越发动荡，中俄两国有义务来推动国际社会来坚守公平正义，那坚定的捍卫2战胜利的成果，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那普京则回那无论国际的形势如何变化，俄中的关系都会保持稳固而且持续发展。那俄中全面伙伴关系跟战略合作堪称典范。所以看起来这两个人的谈话更多的是这个友情上面的一些付出，那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那中俄的高层密集互动说是对全球战略稳定跟多极化发展的一个主诉型。好，这是大公文会的相关报道说，其实现在他们两方的这个互动，就是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
积极来进行应对，那也是对双边关系有高水平运行的一个机制性巩固，更是对全球战略稳定还有多极化发展的一个主动塑造。好，所以呢，这个看完昨天立春哦，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很忙哦？先跟这个85分钟视讯，后来又跟这个川普来进行通话，那不得了了。但是川普自己哦，其实是自身难保，因为现在这个爱普斯坦案呐，好，在美国还是烧得很旺。好，那 CNN 记者柯林斯啊，也特别问了川普哦，因为他说档案有揭示川普的盟友，包含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亿万富豪马斯克，跟这个爱普斯坦哦，都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好，但是哦，他追问到川普，结果川普生气啊，我们来听听看。What would you say to people who feel like they haven't gotten justice, Mr. President? Something that people care about. Yeah, what did you say? Go ahead, CNN. What would you say to the survivors who feel like they haven't gotten You are the justice? worst reporter. No wonder CNN has no ratings because of people like you. You know, she's a young woman.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you smile. I've known you for 10 years.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a smile in your face. 好，每次不开心哦，就对记者来开刀哦，还说哦，我可能没看过你有什么笑容哈，那又怎样哦？记者哪有一定要有笑容？好，那他要看到这淫魔档案，就我刚才讲的，爱普斯坦哦，也曝光这个白宫高层有消遣习近平哦，原来是有一段对话，就发现哦，这个美方的权力核心对中方领导层哦有极度贬义的私人评价，例如班农就提到啊，这群农民哦试图管理世界经济，还说习近平哦不过就只是一个高中学历。但是大家知道，习近平哦其实是清华大学的化工学士，所以呢这些词语哦可能非事实，但是语气之中都带有那种白人的贬义的讯息，当然大家就认为有仇中的感受。好，那我们看到了真的是世界大事哦，川习的热线，还有川习的热线跟习近平还有普京的这个对话。好，我们先请问邱毅委员。习近平已经70几岁了，70几岁的人啊，像刚才一轮说的，昨天好忙啊。为什么忙？因为他先跟普京通了85分钟的电话，视讯电话，然后紧接着又跟川普又来个将近120分钟的视讯电话。你要知道啊，70几岁的老先生。这么辛苦的跟世界上的2大巨头来通视讯电话，这是多么辛苦的事情。我讲的更严重一点，这个叫史无前例呀。现在当今世界上的3巨头，习近平、川普、普京，很明显的经过了昨天这一整天的折腾，我们可以确定习近平现在坐在3巨头的C位，这么重要的、这么忙碌的视讯通话，会只谈跟美国中西部洪州的黄豆采购吗？可能吗？其实这个 story 告诉你，他们一定有谈非常要紧的事，所以才会变成先跟普京视讯，再跟川普视讯。到底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在这个时间点，在1天内要完成？那我们就要把故事回溯到2月1号，当时绍伊古到了北京，然后跟王毅见了面，替普京传了话，传什么话没有人知道。然后匆匆的不到24小时，他就离开了。然后紧接着呢，就发生了伊朗的无人机2月3号被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在阿拉伯海给打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你一定是无人机很接近林肯号航母吧，所以才会被林肯号航母给打下来嘛。而且他用的是他 F-35C 的舰载机，把它给击落。这除了代表美军的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有战斗力，也代表了伊朗的无人机可以确切的知道
美国航母的行踪，而且还可以靠近它。所以紧接着，美伊双方就决定，本来要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要会谈，然后还有像沙特、阿联酋、阿曼这些中东的国家一起参加。然后川普也提出了3个谈的条件，结果后来伊朗不同意，把谈判地点改在阿曼。当我们在做谈判的时候，别人迁就我的意见，我希望改变谈判地点，那代表什么？代表我有谈判筹码。然后谈判的议题从3个缩减到只有核武跟取消制裁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原来是好几个中东国家一起参加，现在变成只有美国跟伊朗2个1对1来谈判。好，紧接着就是昨天到今天，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俄罗斯跟乌克兰又在谈要不要停战的问题。所以这些事情纠结在那个地方，是美国跟俄罗斯正在进行角力的时候。是，当然，俄罗斯普京很希望习近平中国能够站在他这一边，做他坚强的战略的伙伴。所以他打了要绍伊古传话之后，又跟习近平通了视讯电话，习近平才会跟川普又打了那将近2个小时的视讯。所以你知道，昨天的习近平真的很忙，是昨天那2通视讯电话很可能改变世界的历史。好，崇安教授。大豆这个议题非常有趣。其实我们知道大豆是在做油跟饲料，那美中之间过去在大豆交易是非常多的，特别在2018年以前，那降了很多，大概掉了1000到1800万公吨以下。这也是为什么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积极在贸易战的时候，第一次贸易战他说中国大陆我们要买大豆，要中国大陆买大豆。所以2020年到2021年，就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整个农产品的这个上涨，就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上涨，大概上涨7%成，7到8成左右，大部分是大豆。最高位的水准的时候，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中国自美国进口大概超过3600万吨的大豆，那是他们第一阶段贸易的重点。问题是第一阶段贸易，我们知道贸易谈判美中打一打，后来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包括关税的调整也好啦，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诺言，把这个大豆买完。皮尔森研究院说，大概买了总数买了6成，那农粮产品大概买了大概7成到8成左右，并没有全部买完，这是川普他不满的原因啦。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大豆又是回复到一个两边谈话的重点大概是说要到2500万吨甚至要更高。那当然我觉得川普这一次他有了他第一次这个感觉他有点不高兴的这个潜力啊，他想要紧盯这方面。问题是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呢，你要谈生意，好，我们就事论事，谈生意前先把一些红线画准。是台湾问题你要不要确定好？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直以来我们可能讲说，川普会不会大交易然后大舍弃，或是把台湾这个当作交易筹码？他在里面谈了什么？他只说谈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他谈到什么？是不是习近平有跟人说这个问题你就跟着我们做就对了，维持所谓战略模糊，维持你的一中一中政策1法3公报6项保证，剩下你不要讲，再讲我们就不买，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川普他大概也是知道，他面对这个大豆问题，因为其实大豆问题不是只有买卖大豆，这跟他的不止粮仓有关，跟他票仓有关。对，刚才邱委员讲了中西部包括密苏里、Kansas 还有 Iowa 这3州都是传统红州，它也是出产美国大豆最主要的这个几个州之一。中西部台湾也跟他们买很多农粮产品，早期在李登辉时期，我们的农委会去买一堆农粮产品，也是跟这几个，还有英诺就跟他们买。对，所以川普不只是要顾他的钱包，他要顾他的票。他如果没把大豆这完成，他没办法跟自己的选民交代。共和党其中选民要到了，对不对？他拿出一些政绩来，如果弄不好，他其中选民很难看。好，将军怎么看？因为
因为今年的4月份，习近平跟川普他们会面，对，然后现在在双方在营造比较好的气氛，因为只剩下2个月，然后就是那大豆，那个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大豆大部分都是向巴西买，因为巴西可以调节。当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啊，他就不买美国大豆，要买巴西大豆嘛，就是它变成一个调节的，就巴西具有调节的功能。那大豆现在的行情是1公吨$400，1公吨。那现在中国大陆要向美国买2500万吨，那换句话你乘以400，刚好就是100亿美元。哇，这100亿美元对川普来看，哇，这是个大礼包。你看是先送出来，因为全世界也只有美国这个生产最多的大豆，美国大概每一年啊，大概要生产1亿1000万吨的大豆，那中国大陆一下先买2500万吨，换句话，中国大陆算是最大买家，因为中国大陆毕竟是粮食进口国，它14亿人口嘛，10亿人口粮食自给率是不够的，那就必须向外来做采购，刚好这个大豆就变成一个我们讲的战略调节的一个砝码。当中美关系不好，那就不买嘛；那中美关系好的时候，那就买。我们看，因为川普在去年2025年上任，那我们看前一年的拜登，那中国大陆那时候买了多少呢？买了126亿美元的大豆向美国，那你就知道了。那在去年当然减少，那现在这个大豆的粮仓现在满的，因为去年买的少。那现在我认为是补买，那除了买这些，还买能源，还买其他的这些相关的向美国进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在调节中美贸易的顺差，因为毕竟中国大陆都想这个贸易顺差，美国是对中国大陆是贸易赤字，因为美国是买的多，卖中国大陆的少啊，所以现在那个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表示说。那扩大对美来采购，降低2国的贸易赤字，那这个我认为也是对中国大陆是好。我认为有2个因素，第一个台海的问题，对，第二个南海的问题，所以是双海的问题，中国大陆不会做个调节。另外，我们讲了，俄罗斯一向也要求中国大陆，为什么？因为美俄关系，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也是要中国大陆来帮俄罗斯来讲话，所以中国大陆站在这个美中俄上面，它站在一个制高点。对，所以一轮才说，现在看起来已经成为了是大国博弈当中习近平正在主导一个权衡的姿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解放军当然现在也会积极的在秀他们的军事肌肉。我们来带大家先看一段影片。好，其实主要的就是东部沿海的阵地有导弹全时的树立。好，这是在东部战区沿海一带发射架上的飞弹长期处在一个全时树立的待发状态。好，就是这个作战指令一下达这士兵的手指瞬间就可以按下发射键。好，所以有人说这已经不是演习，而是一个日常。那这代表什么呢？东部战线、东部战区这边当然是离台海这边非常的近啊。好，所以呢，大家就会讨论啊，现在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动武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些讯号呢？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攻击21疑似揭露了076型四川舰海试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就看这张照片大家有看到吗？四川舰离开上海母港，那其中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到一架覆盖绿色防水布的这个舰载机停在甲板上，好，就是圈上来的这部分。好，那据推测这架舰载机就可能是攻击21的隐形无人机。好，所以一张照片其实蛮多人就看出一些讯息跟端倪的。好，我们等一下也再请专家帮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但我们要看到美军现在柿子到底是不是挑软的吃呢？因为美军空袭叙利亚，7天内5次的空袭要阻止 ISIS 死灰复燃。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特别有讲说，美军在1月27号到2月2号发动了多次空袭，而且使用的是大约50枚精确引导武器。那空袭的目标是多个伊斯兰国的设施。
那现在川普认为哈米尼应该会非常的忧虑。好，他是接受 NBC 的专访，好，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他会非常的担心，对，他应该如此。如你所知，他们正在跟我们谈判。好，那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有特别的说啊，美国已经准备好在本周要跟伊朗当局来进行会面。那讨论的议题必须纳入飞弹还有核武的计划。那现在也看到美机舰都集结在波湾，那部署重兵施压伊朗谈判。这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还有卫星影像以及追踪数据做一些相关报道，说美国在过去1个月已经派遣了数十架的军机来进驻伊朗邻近的基地，而且在中东地区集结大约是12艘的军舰。那这些举动就被视为这个美国在数周之内有攻击伊朗的可能性。美伊的谈判紧急也换地点，那川普开了上桌的3条线，不过伊朗也画出了一个红线。我们看到伊朗的消息人士跟路透社表示，川普要提出重启谈判的3大要求，包含是伊朗要停止铀浓缩，还有限制伊朗弹道飞弹计划，以及伊朗要停止支持区域代理人，也就是民兵团体。但是伊朗这边也特别讲，不会在弹道飞弹计划当中做任何的让步。他说这是我们谈判的红线。好，那在美国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之后，德黑兰正寻求华府提出保证。所以特别现在在局势上面也越来越感觉复杂。那川普想要控制全球的石油，有没有这办法呢？有人认为还早。好，我们来看到川普现在说印度停买了俄罗斯石油，就被俄罗斯打脸。好，这是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他说目前都还没有听到新德里就停购俄罗斯石油来发表声明。他强调，俄方尊重美印的双边关系，但同样也重视印度发展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所以会持续的深化双边的合作。好，另外跟油有关的就是古巴了哈，因为之前委内瑞拉这个领导人被美国抓走之后，当然就会停供这个油给古巴嘛。那后来墨西哥也被威胁不能那现在俄罗斯跳出来说我们会继续向古巴来供应石油。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还跟古巴的外长来通电话，对古巴进行经济跟军事施压，那包含阻碍对古巴能源供应他们说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委内瑞拉，大家也好奇其实美军突袭了1个月之后，目前委内瑞拉到底是什么状况呢？好，美媒指出当前委国的基础设施老旧，政局仍然存在着变数，那加之其种植原油开采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美国油气要到委内瑞拉投资开采的意愿其实并不高，所以一切都没有像川普想的这么好。他的如意算盘恐怕会在一些现实当中可能会有点这个斗丢就会不会又塌口呢？好，当然这个世界局势一直在变，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也就是东部战区这边它的导弹全时速力，有人认为是一个讯号。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处理台海的问题就是东部战区，在张又侠跟刘振立被抓、被查、被扣以后其实在解放军的内部几乎已经产生了共识，也就是处理台湾的问题不能拖，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要服从这个军委会主席他的意见，所以整个东部战区呢就整个动了起来。再加上东部战区本来就是习近平的嫡系部队，所以东部战区会有这样的一个整个带弹的动作，其实是合理的。好，那么再者，我们这一次终于弄对了。以前一直在谈说，大陆有3个航母战斗群，有福建舰，有山东号，也有辽宁号。但是事实上，要处理台海的问题，基本上用的是2栖攻击舰。大陆的2栖攻击舰基本上就2类，一类是小一点的，是075，有4艘；另外一个是比较大的，就是076，也就是电视墙里面所谈到的四川舰。四川舰未来如果大陆要采
非和平的手段来对付台湾，那四川舰绝对是抢滩登陆的主力。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来谈谈刚才一轮特别提到的委内瑞拉。川普用了三角洲特种部队把马杜罗夫妻给军事绑架了以后，他原以为整个委内瑞拉就手到擒来，他就可以掌控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的储量。可是到现在发现一切都成泡影，因为当美军撤走了以后，委内瑞拉内部根本不愿意成为美国的傀儡啊，连他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现在对川普都有很多的怨言，想摆脱川普对他的束缚。那至于委内瑞拉的石油的生产，虽然储量很高，但是它的品质不佳，而且设备老旧，很多的美国当地的石油公司都没有兴趣重返委内瑞拉去经营石油的提炼跟石油的买卖。所以川普等于是拿下了委内瑞拉之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有，连石油都没有掌控到。再加上他因为这个动作太恶劣了，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批判，这也使得川普面对更难处理的伊朗的问题，他更显得犹豫不定。现在整个美国的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已经在阿拉伯海跟阿曼湾，不是波斯湾，因为整个荷姆斯海峡是连接着波斯湾到阿曼湾，所以现在美军的战舰跟非舰机的主力是留在阿曼湾。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被击落，也是在阿曼湾这个地方。那么川普在采取什么策略呢？叫极限施压，也就是我重军压阵，经济制裁，再加上外交互利，我就逼着你伊朗要同意我美国提出的3个条件。3个条件，一轮刚才已经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但是现在整个谈判的地点已经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已经移转到阿曼湾，而且在2月6号就要正式进行，不是很多国家参与，就是美国跟伊朗。而背后，美国非常担心中国跟俄罗斯会介入，造成伊朗在谈判上面的高姿态，所以才会有刚才在第一阶段谈到的2个视讯电话。好，崇涵教授，美军柿子挑软的吃，这个其实过去其实在国际关系我们都有讨论啊，这个国家民主国家打仗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有人说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不在意、不喜欢输的感觉，因为它有选举的轮替，所以民主国家会挑对手，他不会挑跟自己实力相近，他挑弱的打。这很符合美国的整体情势。但是美国在历史上也犯了几个错误，他挑了越战，他挑了阿富汗。好，那现在如果他挑伊朗，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犯了过去国际关系学者在讲的民主国家想要速战速决？通常民主国家是速战速决的那过去美国国内主战组合派对伊朗核武问题是不是要动武？有主战组合派，主战派认为早打比晚打好，你如果太晚打，他有了核武更麻烦。好，那这一派的人，比方说 George W. Bush 啊，川普啊 ，Condoleezza Rice， 这些人都觉得要早点打。但是呢，后面还有一些人觉得组合派，像奥巴马或者更早的像 Jimmy Carter， 他们认为打下去会像古巴飞弹危机一样非常麻烦、非常复杂。所以主战组合派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个声音，甚至现在川普的智囊也有跟他说，你不要轻易的动手对付伊朗，甚至出动地面部队轰炸，甚至地面部队都不要。为什么？为什么美国人不敢打伊朗？这几个大哉问。第一个，伊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地形复杂、宗教复杂，而且战略纵深很广，包括我们讲的何梅尼的巩固的政权。坦白讲，何梅尼的政权，你如果轰炸它，可能会更一致团结。它可能会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你不容易抓到它，不像马杜罗这样子。第二个，伊朗又不像委内瑞拉或者是像这个一般的其他的中小型国家，美国那么容易跳进去。它旁边有革命卫队 IRGC， 还有巴斯基，这几个是以宗教为主的所谓的革命卫队，跟它的旁边的保卫军大概有100万人。
你要抓到何梅尼，你要处决他，你要判刑，甚至你要用空袭的把他炸死，很难，而且有可能他的儿子会接替他，哦，这是最复杂的一个。第三个，我想之前各个我们大家都有讨论到，甚至大家都讲说伊朗太复杂了，地形啊，它总共在160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46倍大，人口大概是9000多万，它地形有沙漠，有雨林，有许多高山高原哈。它最厉害，非常多元，而且重点是它战略纵深。你看伊朗的战略多深，美军你要派兵进去，你的后勤补给不容易。哦，你要借道航母、飞机去轰炸可以，问题是你后面的地面部队怎么进去，都是非常复杂的。最后就是伊朗在后面有这个我们讲俄罗斯还有中国，中国是最大的石油买家，俄罗斯把伊朗当成他的代言人在那边，什叶派俄罗斯非常重视。川普敢立刻动他吗？敢动他吗？我觉得太复杂。我觉得川普现在就像秋爷讲的，极限施压，逼他就范。对，所以大家一直说嘛，他都不敢打，所以一直喊说要谈判。哦，对，将军。解放军他这个秀这个攻击21来看的话，他要秀这个肌肉啊，我认为他有一些这个战术战法的改变。是。那攻击21，它放在四川舰2栖作战舰，然后放那边。因为四川舰它具有电磁弹射，你今天攻击21它是逆中的，那逆中的话是什么？上面有电磁弹射，那将来油可以装满，弹可以挂满，电磁弹射出去又是逆中，这个做踹门，把这个它要所针对的这军事目标的关通系统，尤其是雷达站，因为雷达站是这个我们讲了是类似耳目一样，把空中的动态或海上的动态啊都可以掌握得清楚，那风险很高啊。风险很高，就交给攻击而已，因为它是无人的，我只要一设定完毕，设定它的任务模式，由它去实施踹门。踹完毕之后，对方瞎了，因为没有雷达了嘛，那没瞎的时候，在掌握了这些只管通勤的优势之后啊，再去掌握空权。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个歼20也好，歼16也好，都可以实施，不管是反制作战，或者是主角作战，或者是密接支援作战，都可以来顺遂了。所以它有一个搭配。让无人机先行，然后在其他是有人机来执行这方面的作战任务。那现在来看呢，那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作战模式，我们看它把导弹都竖起来。那换句话说，它是将来就是以训代战，因为从1979年的陈越战争到1984年的老三战役之后，没有战争了，已经42年了，没有任何战争。那你就要以战代训，那你战备的等级要提升。你才能够感觉到有一点临战的气氛呢。那由他这个战备展示秀肌肉来看的话，我认为他将来走3个模式。第一个，他都是会做高张度的训练，就是我们把战备的等级提升，那随时在待命的状态之下，随时可以来迎战或备战，是这样。他是以战代训嘛。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都已经逐渐走向 AI 化，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你不管是机器狗也好，机器人也好，它不断的在换代，就是越来越快。钛的重量，就是它能够做后勤补保的这个重量越来越多，它扛的枪的这种种类啊，或者是这个小型火炮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它逐渐走向 AI 化，这些都是为了能够精准打击。那我们还没有讲，它这个是所展示的是导弹部队，那我们还知道也还有火箭炮，那火箭炮它现在的射程都可以到达400、500公里了。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知道，它大量的使用无人机 UAV。攻击型的 UAV、侦察型的 UAV、长程的 UAV， 还有自杀性攻击的 UAV， 这种无人机它都广泛的运用，这是它的3个特色。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记得立陶宛跟我们中华民国有一阵子关系很好吗？就是在疫情期间，2021年的11月18，好，立陶宛首都以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好，这当然算是我们的外交一大升级哦。那虽然我们跟立陶宛是没有邦交，也就是因为没有邦交，所以有了台湾代表处哦。因为过去都用台北哈，那当然就是一大进展哇。但是现在啊，立陶宛的态度有一点不一样啊，他们承认啊对中国犯了大错，好，也
就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英文媒体波海时报就透露说啊，其实立陶宛的新总理就公开承认，当年允许台湾当局在首都所谓的设立代表处是跳到火车前面，结果吃了亏。好，他们的总理就说得很坦白啊，台湾在欧洲国家也开设代表处，但是都是台北代表处这个名称之后开门营业的。那这些国家也都跟中国保持了经济合作关系，但是立陶宛犯了一个巨大错误，以为抢跑当先锋，世界就会感激他。所以这位总理他还特别承认，好吧，我们尝试过设立了所谓的台湾代表处，但是世界没有感激我们。那不仅没人感激，欧盟也没兜底，美国也没扛事儿，所以账单全落在了立陶宛自己头上。好，所以他讲的其他国家是谁呢？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施凯尔、爱尔兰、加拿大、芬兰领导人接连访华，哇，立陶宛彻底坐不住了，总统跟总理轮番的释放所谓要跟中国大陆修复的意愿。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访华，现在也有人被讽刺这个人是谁呢？是英国首相，他被讽刺，那是被谁讽刺呢？是被保守党党魁。好，那当然是在国会质询上面他就说施凯尔你的行李箱里头除了你的拉布布玩偶，我希望已经检查过没有窃听器。他说他什么都没带回来。好，那当然施凯尔就回击说这位保守党党魁的回应似乎是我们应该跟中国接触但是又不该跟中国打交道。但是这位保守党党魁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举行领导人跟领导人的会谈，要提出所有机会跟棘手问题。他认为，施凯尔认为不是把头埋沙子进去，什么都影响不了。好，当然呢，现在欧洲审计院就讲到稀土了，说稀土仍然在依赖中国，那欧盟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因为他们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供应了欧盟所需镁的97%。好，那其他对中国有依赖的原材料，哇，也有好多你看这个砷、重金属、镓、锗等等的，都是占蛮大部分的。那为了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我们看到欧盟也拟要跟美国推进关键矿产伙伴关系。那中方怎么回应呢？他说在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跟安全的问题上面，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好，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关心到中日之间因为现在高市持续在推进他的选举，他31秒的影片9天破亿点阅说比米津玄师的歌曲更夸张。那高市早苗确实现在人气爆棚因为看到了这个火车头效应开始启动了，拉抬自民党的选情，那甚至有人认为可以催出年轻票，点燃了年轻人的希望。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报道写说在高市早苗上周在东京秋叶原发表演说的时候，就有一名19岁的首投族就说我蛮想多了解他还形容他是个可爱的领导人。哇，可见高市早苗有吸引到年轻人的选票好，但学者分析即便高市早苗大胜，中日关系短期之内仍然非常难融冰好，之前我们曾经也有过类似报道，但是类似的分析是倒过来的。他认为高市早苗只要获得了一大票的这个席位的话，这个中国大陆就必定要跟他来进行讨论。但目前看起来蛮难的。好，那当然，艺人认为这个只要高市早苗没有撤回涉台言论，中方就绝对不会跟他有任何的这个交流。好，我们一样先问邱毅委员，包含是立陶宛的部分。欧洲换个党执政，换一个新的总理，他的整个政策的方向就会变。以前立陶宛跟台湾关系很好，台湾也在立陶宛的身上下了大资本，但是现在换了一个新总理，一切都变了，而且整个欧洲的风都在变了，所以自自然然他的新总理会很后悔，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重新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谈到了日本你不要说日本的年轻人，连我看了高市早苗在打爵士鼓的时候，我都开始变得喜欢他了。所以你可以想想嘛，日本的这些老政治人物，像现在他对手的主角的野田佳彦，看起来就是一副毫无政治魅力的样子，你怎么跟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改选上面来竞争呢？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2月8号的结果，自民党应该可以单独过半，甚至可以逼近修宪的门槛。所以等到选后众议院改选以后，高市在日本的权势会更大。高市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性，也是一个自以为自己非常强大的女性。所以等到她大权独揽，自民党单独过半，她认为她就可以实现她从年轻的时候所一直在追求的右翼的修宪、扩军、强武的理想。所以那个时候才是高市麻烦的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中国大陆对于高市、对于日本所采取的制裁的手段就会更加的强大。例如说，那个时候可能中国大陆对于所有稀土、中重稀土对日本的出口会完全停掉。那日本的军工产业怎么发展？现在日本最大的军工企业公司三菱重工现在紧张得不得了。高市还是把它那一个在小笠原群岛南端的蓝鸟岛，说海底下6000多米有很多的稀土泥，如果开发出来的话，就可以不要再依赖中国大陆的稀土的出口。其实啊，我在中油担任董事的时候就看过完整的资料啊。日本在30年前就在谈南鸟岛的海底下有丰富的稀土泥啊，到了现在为止也没有挖出来啊。那即使挖出来了，你要进行精炼加工，你也赶不上大陆现在中重稀土的水平。那日本整个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军工产业、汽车产业很可能因为缺稀土而全垮。再加上你现在高市又要把食品的消费税降到0，你需要耗多少的财政支出？日本的财政负担得起吗？日本的负债基本上已经占 GDP 的250%，而且日本的债务不是外国人买的，是国内的人买的。所以当你的负债因为大量的抛售、大量的举债而造成负债价格下跌的时候，那时候民众的消费力就会萎缩嘛，企业的投资力也会萎缩嘛。整个日本那不是消失30年，是消失40年，那才是高市麻烦的开始。好，崇涵教授怎么样？立陶宛这个国家非常有趣哈，它在那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有捐那个口罩130万，对 ，Taiwan can help。然后他们在2021年、2020、2021就捐 AZ 疫苗，大家如果记得那时候，记得3万剂2万剂给台湾。然后那时候外交部长，他们的外交部长还在Twitter 上面说，哦，我们这个爱好自由的人民要互相帮忙。然后呢，我们台湾民众也蛮可爱的，义美还捐了那个义美小泡芙，就很多货柜去给立陶宛，上面还印台湾的国旗，写台湾义美小泡芙。但是这些民间的合作啦，没有影响。最重要影响到立陶宛跟中国关系是台湾代表处的设立，对，那也是我们非常自豪的。外交部那时候沸扬说，哇，对不对？欧洲提供台湾代表处，然后中国立刻降级，外交降级，撤回他们的驻外人员，不互相往来，甚至到目前为止都不会主动提要回复两边的立陶宛跟中国的关系，甚至贸易上也给立陶宛很大的苦头，包括立陶宛他们知道他们啤酒叫 Volhas， 中国说禁止进口。那时候台湾就说，我们用什么新台币下架立陶宛啤酒对啊，我觉得我们台啤会不会听到这个下架立陶宛啤酒有点吃味问题是目前看起来他们的新的这个总理鲁内基他是社会民主党，他本来是副总理，他们原来那个总理那个选赢了，可是身体不好，就换这个副总理鲁吉涅内，抱歉，鲁吉涅内，他讲了大白话，他讲了大白话。我们当年这样做，欧洲国家没有感谢我们，我们就这样跟就被火车撞了一样。觉得他讲这个话还蛮伤感情的，坦白讲。不过他也发现了当整个全球的风向转变，川普的极限施压跟经济巨棒，很多国家包括像卡尔尼也好澳洲总理，现在大家跑去
好，英国首相跑去跟中国做生意，他们现在开始有点吃味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学卡尼啦哈，你看卡尼去做生意啊，进电动车，对，49000辆，关税6.1%，对不对？然后呢，中国买什么？就多买一些我们的那个加拿大的这个我们讲芥菜籽油哦，他们关税80几%啊，降低这个芥菜籽油的这个关税啊，两边做很多生意。那我觉得这个立陶宛现在感觉也想要学着卡尼想说，我们要走出是不是第3条路啊？那问题是你在走出第3条路时，别忘了你当年讲的这些话，你当年做出的承诺，台湾代表处的设立，你又没有说要改变啊？我们的外交部讲说我们没有要改台湾代表处啊，你名字不改啊？问题你名字不改，你怎么样跟中国做生意？你没办法这样子啊！所以这种两面讨好的，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女性，她40几岁了，鲁吉涅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性，她想用政治语言，然后获取国内的这个声量支持，但是她实际做出来的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啊，不是你这样随便讲讲，你就可以做出很大的改变。是，好，将军怎么看？无论立陶宛在这个外交战略上犯了不客观、犯了错误的评估，然后做出了这方面的决定。他应该从3方面来评估。第一个，我认为都要从经济面，因为经济面，中国大陆跟立陶宛的它的贸易额大概1年是24亿美元的大家的进出口。那立陶宛跟台湾啊，1年啊只有1亿4千万美元，差蛮多的。差蛮多的，因为它跟中国大陆贸易往来多。是台湾的17倍，那你看看，那你要切断这一个，那立陶宛怎么样去跟中国大陆去赚钱呢？而且立陶宛跟台湾来看，是台湾买立陶宛的少，立陶宛买台湾的多，因为我们台湾要的是农产品嘛，但立陶宛不产什么农产品，它那冰天雪地的，那换句话说，在互补性就不强，那台湾怎么样去补强？没有办法，那换句话说，立陶宛一直对台湾享受的是贸易逆差，是贸易赤字。那他是赚，那没有办法赚台湾的钱，反而向台湾买的多。那这样在经济上这方面的调节，他当初有没有评估出来？没有做一个客观的评估。立陶宛人口不多，只有280万人。但是立陶宛地广人稀，它的土地面积6万5千平方公里，是将近台湾的2倍。那但是在经济条件上面，它现在是2万5千块美元的 GDP 每一个人，那它现在经济要起飞啊，经济要起飞一定要靠贸易，它没有这方面的去做一个充分、客观、科学、逻辑的评估，这是立陶宛犯下的错误。